当一句我们日常去超商常听到的“请问需要载具吗”，最后竟然演变成一场百万网红被永久封杀的数位边境保卫战。今天我们带你揭开2026年最新形态的非对称认知战。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深入这个话题。你可能觉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滑短影音就是单纯的娱乐嘛？但在我们今天整理的多份资料库中，包含各家媒体、法规，甚至外媒分析，我们发现了隐藏在那些搞笑旅游演算法背后，极度精密的跨国地缘政治角力。在开始之前，必须先向你强调，我们今天会触及台湾内部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含执政党跟在野党的两岸路线辩论。确实，但我们绝对不为任何一方背书。纯粹就是为你还原原始资料里面的课外事实，还有这些事件背后的运作机制。让我们直接把时间倒回2026年3月，进入今天的核心案例。一位在抖音拥有230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哒哒，策划了一场极具针对性的台湾行。他的本名叫杨越。的确，而且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避开了常规的观光团管道。他选择从泰国出发，以那个短期专业交流或是商务的名义入境台湾。他在台北街头刻意穿着传统汉服，然后对着镜头大肆抱怨台湾街头有太多日本文化元素。哇，最夸张的一幕是发生在便利商店。当店员很亲切地问他要不要载具的时候，他居然立刻转头对着镜头宣告说，我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大陆和台湾是一起的。他甚至在机场遇到地勤人员的时候，也可以大声强调自己要前往中国台北。天哪，这也太刻意了吧！这些言行都被高画质设备记录下来，然后经过精心剪辑，在网络上大量散播。资料显示，这已经彻底跳脱观光客打卡的范畴了。就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图的主权矮化宣示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知作战。可是等等，这听起来不太合理耶，这感觉就像是买了游乐园的快速通关票。原本快速通关是为了让商务人士节省排队时间，结果他利用这个不需要严格安检的 VIP 通道，把政治文宣当成违禁品带进了园区。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既然他的动机这么明显，设备又这么专业，台湾的边境审查机制怎么会让他这么轻易就通关了？症结点其实在于数位时代的实名与化名博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行政漏洞。怎么说？因为申请签证的时候，他用的是身份证上的本名杨越，但是在网络上他以化名哒哒在经营那个230万粉丝的账号。哇，所以审查人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确实是这样。短期商务签证讲求效率，只要杨越这个名字在国安资料库里没有犯罪记录，移民署很难事先把它跟百万网红身份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他钻了行政体系信息不对称的盲区，把这当成一场零风险的政治展演咯。他甚至精算过台湾法律的执法节奏。什么意思？这个网红刻意把所有影片压在手里，等到行程结束，就是安全离境回到泰国或中国大陆之后，才开始大量发布。哇，这招蛮狡猾的耶。确实，这个时间差完美规避了在台湾境内被立刻驱逐出境的风险。当影片引发轩然大波的时候，他人早就不在台湾的司法管辖范围内了。可是如果他人都不在了，台湾官方发布所谓的处罚，难道不是一种毫无实质意义的政治宣示吗？他大可以说他这辈子本来就不打算再来台湾了。台湾政府这次祭出的不仅仅是口头谴责，而是动用了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里面的2项关键条文。哪2项？违背对等尊严原则，以及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之活动，直接对这名网红判定永久禁入境。永久禁入耶！你可能会觉得对他个人无关痛痒，但这其实是行政体系正在系统性收紧执法红线的强烈讯号。而且资料库显示，这绝对不是单一个案件。资料中确实出现了骨牌效应。另一位被称为梁博士的中国籍男子，因为在小红书发布游台攻略，标注中国台湾省，被禁入境2年。还有另一名长期居留的大陆配偶网红丫丫。那位鼓吹武力统一的。确实，他因为公然鼓吹武统，直接遭到注销居留权并限令强制离境。
从2年强制离境到永久封杀，这显示政府正在把对等尊严具体化为实质的行政裁罚基准。这在法理上应该触及了防卫性民主的核心概念吧？没错，我的意思是，确实触及了这个尖锐的命题。一个民主国家是否有权利把企图利用民主制度来消灭该国主权的人拒之门外？但这个概念其实充满了内在矛盾嘛。在我们这个强调多元包容的社会，把法律的大刀这样挥下去，很容易触碰到言论自由这条最敏感的神经诶。这是台湾内部长期以来的路线分歧。资料库里呈现了极度两极的政治解读。执政党跟在野党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吧？民进党强力支持行政部门火速出手，把这定调为非军事性威胁。就是一种刻意混合敌我意识的认知作战。的确，民进党也借此批评国民党面对中共统战态度过于温驯。但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完全不同诶，他们认为，即使是鼓吹武统，只要没有实质暴力行为，难道不该受言论自由保障吗？他们担忧政府过度扩张行政裁量权，动辄注销居留权，会在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引发绿色恐怖的疑虑。可是面对国民党的护航，民进党立刻提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案例来反击，也就是台湾出版人复查的事件。复查因为在台湾出版违背中共官方史观的书，去中国大陆办手续时，就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秘密拘捕了。这个反击逻辑很清晰。民进党在质疑，为何国民党声援这些统战网红的言论自由，却对真正被中共剥夺人身自由的台湾公民只字不提。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辩论了，这凸显了两岸在自由与人权定义上的极度不对称嘛。了解这个脉络后，当你在滑短影音看到这些赞叹或贬低的内容，你可能要想一下这背后的动机。真的，不过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跳脱台湾内部的口水战，这份资料里其实藏着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时间巧合。大大来台湾闹事的同一个月，也就是2026年4月，国民党主席正好率团访问北京，与中共高层会面，对岸还顺势推出了10项惠台措施。这种策略在政治分析中被精准地称为高冷激热。高冷激热就是高层冷静、基层狂热的两手策略。在政治高层大谈和平、释放善意，但在基层，中共却放任这些网红利用台湾的开放体制进行主权矮化的压力测试。哇，这招太有心机了吧！一方面绕过官方管道塑造认知，如果台湾强硬反击，他们还可以反咬台湾，破坏交流气氛。这种精密的算计看似完美，但最戏剧化的地方在于，他彻底翻车了。怎么说？他不是赚了一波流量吗？大大得知自己被永久封杀后，崩溃拍影片哭诉，结果不止台湾网友毫不留情地酸他，台湾网友酸他被自己国家禁止入境吗？确实，但最精彩的是，连中国大陆的网友都不买单。真的假的哦？大陆网友怎么说？越来越多大陆网友批评他这是标准的低级红。他们认为打着爱国旗号去挑衅，本质上只是为了收割爱国流量变现。也就是说，连自家人都觉得他让高层营造的惠台气氛变得很可笑了哦。没的，的确是这样。这显示爱国流量的商业模式已经面临边际效应递减了。哇，连自家人都反感。但我觉得这一切喧闹背后最狠、最精准的一击，其实是台湾政府针对这条产业链设计的连带承接机制。根据法规，当初帮大大代办签证的台湾邀请单位跟旅行社，未来将被全面禁止代办陆客来台业务。这招真的太聪明了，政府不想自己花庞大的人力去肉搜每一个申请人的抖音账号，所以直接拿旅行社的饭碗当筹码。政府把国安的过滤成本直接转嫁给了民间市场的旅行社，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吊销执照，只能自掏腰包去对申请者做身家调查，这等于是把边境防线推进到台湾民间嘛。用市场机制的存亡来填补行政机关在审查时的资讯落差，这是非常具备实效的防御策略。节目的最后，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今天从这几份庞大资料中淬炼出的4个核心脉络。第一，统战模式已经高度碎片化了，
百万网红利用第三地中转跟商务签证的漏洞，完美规避了传统观光签证的边境防堵。第二，台湾官方的执法红线已经明确化，违背对等尊严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会导致实质法律制裁的。第三，这连串事件凸显了台湾内部在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光谱两端的剧烈拉扯。最后第四点，爱国流量的商业模式正在失效。这种粗糙的低级红挑衅，连中国大陆网民都感到厌烦了。统战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幅衰退了。这一次的深度解析，让我们看到实体边境与数位国界的交锋已经完全糅合在一起。这里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护照和商务签证可以轻易跨越地理的边界，而民主社会又必须保障开放与自由，未来的我们该如何为自己的认知边界设立海关，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演算法成功通关？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好好思考的防护课题。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见。